好，现在全球的多国战云密布，尤其今天我们也会来关心到欧洲地区，2027战云正在逼近吗？好，来看到的是川普他限时，欧洲国家你要接手北约。让这个欧洲国家的军费也爆冲，还有征兵制现在回归了，欧洲全面武装吗？不可避免的战争进入倒数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次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是川普祭出的震撼弹，他说限期你欧洲啊，2027年前你赶快全面接手北约大部分的传统防卫能力，这当中包含了情报、兵力部署跟飞弹的防御，告诉欧洲说你自立自强吧。美国呢不可以一直罩着你。那欧盟内部就出现了各种的声音哦，尤其外交圈抱怨说，川普的这个表态并不现实，而这个川普的表态也被视为是2战之后美国首次对于北约的合作进行了一个很根本性的大幅调整。哪一个国家首先开始动起来军事复活了吗？就是德国，他开始打头阵。德国的驻台代表他说，军费会拉到 GDP 的5%，5年德国的军事的预算也会翻倍。加码的同时，还有德国总理梅尔茨说了，2031年前德国打造欧洲最强的常规军，甚至要重新引入志愿役的制度。换句话说，从明年开始，德国18岁的青年都会收到体能跟意愿的调查，男性会被强制征兵，那么女性则是采自愿的制度。如果人数不足的话，就会重启这个强制的征兵制。这话一出来，德国的 Z 世代立刻他们一群的这个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了，他们就是拿着标语来做示威，说包括他们自己的家长也在示威，说你不能拿走我的儿子，和平才是力量。这些发动战争的人为何不自己去上战场，要我们来上战场呢？17岁的抗议的这个示威的这位女子莎拉，她也说，我不愿意为任何国家而牺牲生命。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来关注川普这一次限期欧盟的这个北约防卫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把日期压在2027年？难道战争一触即发吗？欧洲准备好了吗？委员怎么看？2028年，川普要面对共和党的大选，所以一定要2027年拿到很多的欧洲的军事的订单。那2027年之前，欧洲要完备它的军火生产链不可能，所以只能跟美国买。所以跟美国买，要求你增加军备，你要给我买武器，你现在今年明年就要给我下单啦，这个我才帮他铺成生产线。那我的军火工业，哎呀，蒸蒸日上。我到2027年截止之前，我不知道收到多少钱啊？比如说5% 的 GDP， 不少哎。就这个德国来讲，一年大概有将近4兆美金。那5%，这个就是，这个好几百亿啦啊，可以收得到了。一年好几百亿，你看连续收到2027啊，这个是他的算盘。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川普要去安抚这个俄罗斯，他说保证，尤其他的国防安全策略报告里面，不让北约再东扩啊！你看双手动作的呀，我的武器你不能把它打扁啊，我只是要卖武器而已啊。那其他你欧洲自己负担。那这个梅尔兹啊，他本人就是比较属于纳粹思想者，因为他爸爸是纳粹，他的祖父也是纳粹，他一家2代都是纳粹。那他们非常有这种所谓的国家武力的这种想法，他想要做欧洲的第一大国，要有极强的军事武力。刚好碰到现在英国跟法国都不太管用，那不太管用，这是他成为欧洲霸主的一个机会，要接美国的空档。那接美国的空档，当然就要花钱，所以这个德国代表说，我们要把军费拉到 GDP 5%。当然一下拉不到，不晓得你要花什么，除了跟美国买武器以外，美国不一定做得出来。所以这整个来讲，他说我要多少军人，我多少武器，我要多少的军事部署啊，不管情报啦，或者这个水面战舰啊、潜水艇啦，甚至于飞机啊等等，跟谁买？跟美国买。所以大概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安排底下哈。那你说会战争吗？不会了吧，因为你限制了欧洲不能东扩，北约不能东扩，怎么可能发生战争？俄罗斯也没有那个体量可以来占领欧洲啊，也不可能。那你凭西德现在的能量，也没有办法占领俄罗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哈。那当时希特勒是
怎么算说俄罗斯一年的 GDP 大概只是德国的1/5，我打它是理所当然。就一打了以后发现，它的 GDP 不是德国的1/5，是德国的2/3，那你就大输了，因为你另外的很多力量发在西欧吧，哈。所以整体来讲，哈，这个德国是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核子弹还是守在美国人手上，他还不准欧洲去发展核子武器。那英国、法国那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他那个核武器都已经很落伍了。上一次在训练平台，法国还很丢脸嘛，发射不出去。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算盘，我们要回归到 America First， 我美国要赚钱。好，川普为了2028选举考量要卖武器给欧洲国家，所以要欧洲现在自立自强。刚刚特别提到了嘛，这个德国率先起了一个头啊。那刚刚委员也提到了这2个不怎么管用的英国跟法国，等一下他有什么战略，我们也一起来看。先看到德国，就这个军人现役18万人，他说2031年要增加到24万人，并且呢装备全面升级不管是从坦克战机啊，到它的舰艇等等，要成为欧洲最大的军力中心。法国要重新定义它的印太战略通过了7年建军法案，直接点名要在南海、台海这边自由航行，明确把印太列为国家军事利益的核心。英国则是呢，在它的这个高科技武力上面要做转型，国防开支拉到 GDP 的2.4%。虽然它的陆军只有14万人，但是现在看起了海空军现代化的速度，还有2艘航母仍然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战略价值的。其他国家来看到波兰，它现在是目前冲最快的一个陆军的一个巨兽，国防预算现在也是最多，全欧洲最高，高达4.12%，占 GDP 的占比，兵力也会一口气扩张到50万。那么采购的这些武器系统也已经列出来了，目标成为东欧最强陆军。整体来看到欧洲总共是投入了10亿欧元，换算新台币300多亿，要做跨国的海空军研发。但是欧洲确实虽然说目标明确，但是要追上这个军力排名，其实还是远远不及的。尤其来看到最新报告，2025全球火力排名1到5名，其中3名美国、俄罗斯、中国占前面，英国只排到第6，法国更是只有第9，德国第11名。欧洲现在也在备战吗？舰长怎么看？欧洲的确在备战啊。那如果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状况的话，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波兰。那波兰它当然就是唇亡齿寒啊，而且它眼见着这个乌克兰是如何的被这些列强给抛弃的，所以他想要积极的建军。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一节讨论无人机的部分，我们看他买的，无论是海马斯或者是主战车的部分，其实他还活在上一个世纪啊。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说这个瑞典啊，它现在建立了2000公里的这一个长程飞弹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它就是要争取现在俄罗斯要的这一个战略纵深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俄罗斯它追求战略纵深，其实是每一个国家的想象啊。那有关于德国的部分加起来，他们这样的一个整军经武，其实就是安全困境。他们觉得，也就是他们现在这样为难俄罗斯，那俄罗斯打完俄乌之后会针对他们，所以他们现在为了要因应未来的可能威胁，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不断整军经武啊。其实最后呢，我们这样讲啊，对外军购啊，只会消耗预算，没有办法增加国内就业。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点名的这些国家，我们就等着看2年之内它会不会倒台啊？为什么？因为其实国内它实际上来讲，社会的这一个经济状况不断的萧条啊，那但是呢，钱通通都在建军。那至于法国比较特别，法国它都重新定义这个印太战略，我们大家都忘记了，法国其实在南太平洋它是有话语权的，也就是我们看到从所罗门群岛以东，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新克里多尼亚，还有这个瓦利斯群岛以及富国纳群岛这个部分，还有法属的波利尼西亚。虽然它现在因为这几个地方，它称之为叫做法国海外集体，也就是它的一个接受法国统治的状况其实并不相同。那但是法国不断的强调，也就是它在
那个太平洋是有话语权的。所以我们讲到他为什么不断的到中国到访，其实他是有其他的想法的。好，欧洲已经积极在备战了，这个是政府层面，但是社会内部，刚刚舰长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社会的经济萧条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年轻人他们也不想打仗啊，过得这么好，干嘛打仗呢？德国的这些 Z 世代走上街头，接下来怎么办？杨老师，就是俄乌战争使得德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政治领袖就担心说，战争结束之后，俄罗斯可能就有能力去攻打北约国家了，然后再加上美国又开始准备做战略收缩，是不是对北约的这种安全承诺会没有办法兑现？所以呢，我们要自己这个强大起来。但我觉得这种是面对战争，就是说在俄乌战争之后一种正常反应哈，但并不切实际。因为在1996年，法国就废掉了征兵制，德国是在2011年废掉了征兵制，大部分的西欧国家都已经没有征兵制了。那瑞士是有征兵，可是他们的征兵，就算有这个过去的征兵，大概做10个月到1年的这个征兵，跟我们台湾这个很像啊。那然后呢，现在德国已有18万2千人，他是希望到2035年来到26万人，所以他就要一个规定说，希望2008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这些德国男性都开始要当兵。那这样的话，1年可以有30万人，那兵力就够了。那但是给多少钱？2500欧元。合台币现在大概是9万台币，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而且这个当兵其实看到俄乌战争，那谁会去送死呢？所以他们觉得说，其实这个不断的抗议，左派的政治人物也反对，所以这不是面对战争的正确的方法，因为3分军事7分政治啊，而且你现在有足够的兵力，你发展这么多武器。